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，我是小宝，一只正在学习中文的大熊猫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龙。小龙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就是中国人的名字，我现在已经有一个中文名字了，小宝。对，这个名字很可爱，也很好记。谢谢，不过我发现中国人的名字好像和很多西方国家不太一样。确实有很多不同。比如在很多西方国家，人的姓常常来自职业。对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像英语里有很多这样的姓，比如 Smith、Baker、Taylor。没错， Smith 原来是铁匠， Baker 是做面包的人， Taylor 是裁缝。所以有时候从姓就可以猜到祖先是做什么工作的。对。那中国人的姓是怎么来的呢？中国的姓很多都非常古老，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。这么久？是的，有一些姓来自古代的国家名字。国家名字？比如陈这个姓，在古代中国有一个国家叫陈国，后来这个国家灭亡了，很多人就把陈作为自己的姓。原来是这样。还有一些姓来自古代的部落、地名，或者是皇帝赐的姓。听起来很有历史感。对。那中国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姓？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多。中国最常见的几个姓是王、李、张、刘、陈。我发现我认识的中国朋友里，好像真的有很多姓王的。对，王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姓之一。那如果很多人姓一样，会不会很容易重名？有时候会，所以中国人的名字就变得很重要。刚才我们说了西方的姓，那西方人的名字呢？在很多西方国家，人的名常常和宗教有关。宗教？对，很多名字来自圣经或者历史上的圣人，比如 John Peter、Mary、Paul。难怪这些名字这么常见。对，所以在很多国家会有很多人叫同一个名字。那中国人的名字好像不太一样。确实不一样，在中国名字通常是父母给孩子取的。所以每个人的名字都可能不一样。对，而且很多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。比如什么样的含义？很多名字代表父母对孩子的希望，比如伟意思是强大伟大，安意思是平安，美意思是美丽。原来名字里有很多祝福。对，所以很多中国人会觉得名字很重要。那小宝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小宝字面意思是小小的宝贝。听起来很可爱。对，在中文里，宝常常表示很珍贵的人。那看来我的中文名字还不错。当然，很适合你。我还听说过一件事情，有些中国家庭取名字的时候好像有辈分。对，这在传统大家族里很常见。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很多家族以前都有家谱。家谱是什么？家谱就是记录一个家族历史的书，里面会写很多代人的名字。听起来像一个家族的历史记录。可以这么理解。那字辈又是什么？字辈就是同一代人的名字里会有同一个字。比如呢？比如一个家族可能规定德、文、士、昌，如果这一代用文字，那兄弟可能叫文强、文杰、文涛。原来名字里还能看出辈分。对，有时候看到名字就能大概知道一个人大概是哪一代。那现在中国人还会这样取名字吗？现在有一些家庭还会保留这种传统，但整体来说，现代名字已经变化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家庭规模变小了，以前一个家族可能有很多兄弟姐妹，现在
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。所以父母取名字的时候会更自由。对，现在父母取名字通常会考虑几个方面，比如名字好不好听，有没有好的寓意，还有是不是比较特别。我发现现在很多名字听起来很优美。对，很多父母会从诗词、文学或者一些美好的词语里面找灵感。所以现代中国人的名字常常很有诗意。可以这么说。那像我这样的中文学习者，有一个中文名字是不是很有帮助？我觉得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中文名字可以让别人更容易记住你，而且交流的时候也会更自然。那外国人一般是怎么给自己取中文名字的呢？有几种方法，一个常见的方法是根据发音，比如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变成类似的中文发音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还有一种方法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含义，比如安、岳、明这样的字。对，我觉得有意义的名字会更特别。如果观众朋友也想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，我们在视频的描述里放了一个链接。这个链接是一个小工具，你只需要输入自己的名字，用拉丁字母写，比如你的英文名字。然后这个工具会根据发音和常见的取名方式，给你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中文名字。如果你对自己的中文名字很好奇，可以去试一试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再见。